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对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表示欢迎，并感谢中国促成对话。Good neighborly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essential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Gulf region.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比拉瓦尔在联合国总部的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难掩喜悦之情，笑得十分灿烂。What fantastic news today! In a world where we're unfortunately no longer used to receiving good news, it also goes to show the role, the leadership role that China is playing on the world stage. A leadership role that is focused on uniting rather than dividing. A leadership role that is focused on forming win-win cooperation and encouraging dispute resolution, rather than encouraging perpetual disputes. So I welcome this initiative. I congratulate the leadership of all three countries. 此外，包括伊拉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多国都对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表示欢迎，并高度赞扬中国所做出的努力。1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沙特和伊朗在中方调解下达成的协议，符合俄罗斯试图在波斯湾地区推行的集体安全观，将有助于解决地区冲突。曾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和驻沙特大使的吴斯科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沙伊两国作为地区大国，恢复交往会对本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推动和示范作用。首先是他们两个国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做出的这个战略性的选择。中国也是我们做了我们的努力，因为中国从总体上来说，我们是提倡一种安全，就是一种这个新的安全观，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通过对话来解决纷争，实现这个和解。所以中国既是这个新安全观的倡议者，也是外交上的努力者。他们两家能选择在中国达成这样的协议，迈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一步，那当然也是显示他们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也是对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一种这个认可和重视。这次的三方联合声明也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认为，中方的斡旋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This relaxation of tensions or diplomatic tension has been achieved under the mediation of China.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President Xi visited Riyadh in December, and that was followed by a visit of the leader of Iran in February to Beijing. So China has long-term plans of inserting itself in the security arrangements of the region. 半岛电视台网站则用“在美国政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来形容三方联合声明的发布。报道认为，伊朗和沙特在中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发出了许多信息，表明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正在减弱。除了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冲击外，中国如今也可以在远离其影响范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该报道还邀请专家认真研究了联合声明的细节内容，认为其尊重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象征着新篇章的开启。The agreement basically focus on the respect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The agreement also talk about the Vienna Treaty with regard to the diplomat and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facilities. So that is also important. It talks about respect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f we take all of this in account, and it says it's a new page, and that means no intervention on the domestic affairs issues from Iran into Saudi Arabia,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而美方的反应就十分值得玩味。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被记者追问时避重就轻地表示，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居们的更好关系对大家都好。而后，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被问及拜登这句话有何含义时，只是强调了拜登政府为中东局势所做的努力。Look, we welcome any efforts to help end the war in Yemen and de-escalate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president, you saw him travel over the summer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De-escalation and diplomacy together with deterrence are key pillars of the policy that President Biden outlined during his visit in July in the region. So again, de-escalation, tensions in the Middle East clearly is a priority, and he welcomes that.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则表示，美国乐见伊朗和沙特复交，但仍有所保留。他表示，且拭目以待，看伊朗是否会兑现协议。这美国确实有些人酸溜溜的，过去确实中东这一块地方，很长时间都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但是这一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这中东国家对这一点看得越来越认识得清楚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愿意选择更多的这个方式吧，更适合他们自己国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也确实是显示了这个地区国家的自主性增强。那么对于美国长期起主导作用的这个角色，还是那一句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啊，他再不高兴也没用。长期以来，为实现太空梦，日本政府在航空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作为新一代国产液体运载火箭 H3 被日本寄予厚望，计划用于美国主导的载人月球探测阿尔忒弥斯计划，以及日本主导的 MMX 火星探测计划等。不过，继2月17号后，该火箭于3月7号再度发射失利，被日本媒体形容为彻底失败。H3火箭发射一再受挫，凸显了日本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哪些不足？未来还有机会吗？3月7号上午，搭载大地3号地球观测卫星的 H3 火箭从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火箭在快速攀升到离地300公里时，其固体助推器和第一级火箭发动机工作正常，但第二级发动机未成功点火。随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判定任务无法完成，向火箭发出自毁指令。发射任务再次失败，令不少观看发射的日本民众大感失望。外界注意到，与民众的失望相比，日本舆论始终无法接受失败的说法。一开始以发射失败为标题的读卖新闻、东京新闻等，第二天都改称终止发射，未能发射升空。日本民众讽刺称 H3 火箭未能成功发射就是发射失败，不应该做文字游戏。所以，真正发射失败和指令销毁这两种应该统称都是发射失败。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控制销毁，一个是就是不受控的自己在空中解体销毁，只有这两种区别。至于说谁更好谁更坏无所谓，因为本身都代表了整个发射任务的失败。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此次 H3 火箭发射失败粉碎了日本宇航机构近10年的努力，这些努力是日本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按照日本政府原定计划， H3 火箭本应在2020年内发射，但因检查出新开发的 L19 主发动机存在故障，不得不重新对其进行设计。2022年又因固体燃料火箭埃普斯隆6号机发射失败， H3 火箭因此更换了相关零部件，导致发射时间一推再推。日媒分析认为，打造 H3 火箭的团队过于追求速度，且采用许多跟以往不同的做法，降低成本。据悉，以往火箭开发中的零件都是选用最新开发的专用产品，而现在用的是民用级别的零件。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成为 H3 火箭研发一再受挫的最直接原因。作为深度介入日本防卫产业的龙头企业，三菱重工业公司近年遭遇的挫折远不止 H3 火箭一项。2月7号，该公司宣布停止喷气式客机 SpaceJet 的研发，这标志着日本首款国产喷气式支线客机在历经10余年的巨额投资后，仍以失败告终。三菱重工业公司社长全泽亲自解释，与最新技术相比，15年前启动的 SpaceJet 项目竞争力下降明显，需要重新考虑可持续航空燃料、电动化等问题，今后可能还要投入几千亿日元资金。而支线飞机市场增长却不乐观，该项目盈利能力无法保证。美国的波音，包括欧洲的空客，并不希望日本能够真正造出自己的大飞机来冲击挑战欧美两大家的航空工业市场。所以在各方面打压之下，日本的飞机即便是研制出来了，性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也很难推向市场，特别是能不能被欧美所接受，这一点都是存在非常大的疑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的失败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有分析认为，无论是 H3 火箭发射失败，还是完全放弃喷气式客机的开发，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日本制造业的衰落。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如何节省成本、增加营收，成为政企关注的重点。这也导致近年来日本制造行业问题频发。